好啊，今天王太要带来他身边3位精英中的精英，精领当中的精领，在中国的3位女性朋友，她们都想要来大马的故事。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的思维产生了一些什么转变，使得她们把大马作为在考虑的下一个落脚点呢？他们大概都是你身边什么样的朋友都是非常专业的，在专业领域非常杰出的女性朋友，有的是自己创业，有的是在专业领域已经到的合伙人、高级合伙人级别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个人就可以创收8位数的这样的一个非凡女性吧，千万级别的一个创收的人。那他们大概都是在什么年龄段的呢？都是可能比我大个5、6岁吧，50岁左右吧，45到50这样子的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吧。对，那他们在碰到一些什么困难吗？这当然就是他们所从事的这些行业嘛，这几年受影响非常大，有的告诉我说是白板，可能这整整1年没有任何一单生意进来。那还有的告诉我，因为他们所在的行业经受到了国家立法上的一个突然之间的转变和大调整嘛，所以他是突然之间有了很多时间可以陪家人。你说的突然是指原先可以他们给自己所在的公司带来千万的收入，对对，突然就白板是指一点都没有，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对的，一个是市场不好，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立法上面把整个行业就类似于像教辅行业，原来还是这种方兴未艾，突然之间秋风扫落叶，就类似于这样的。那他们都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我想这几年他们应该也是慢慢去接受了吧。我觉得之前我认为他们还是奋斗的女性，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可能自己不够努力松懈了，可能再这样去看。但是可能现在他们，我猜一下，他接下来肯定会觉得说，是否这个情况过一阵子会有好转？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在之前的几年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那到现在就是看得比较坦然了。他们觉得说 it is what it is， 所以他们就不再做改变的努力了。对，OK， 那为什么和大马又会拉上关系呢？因为我们个人都觉得大马是一个放松，是一个休养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嘛。他们是怎样想的呢？我觉得首先是他们所在的行业本身，他们自己的一些客户这些行为，让他们觉得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将来的所谓的潜力上升股吧，因为他们所在的行业就是东南亚市场特别好，尤其呢是已经在东南亚的一些客户，现在开始把他们的电厂这些投资放到马来西亚去了。对，还有呢，他们会觉得说马来西亚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来说，目前还有比较大的可以像北京上海去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在那边。那他们觉得说，也许转换一下赛道，从中国已经非常卷的这样一个顶端的梯队到这边来，把这样一个短板，马来西亚的短板，以他们的能力去补上，也可能是个很好的一个商机吧。我听上去大马是突然，因为他们所熟悉的身边的人或者是客户供应商进入到他们的一个视野嘛。但是你又提到有商机，那他接下来是希望更多的就投入到生活，像我们一样来放松，还是说他是希望在大马再干出一番新的事业呢？我觉得可能是半退休或者是退休的状态下，可能再去看到好的商机去搏一把。对，他们共同之处还有，因为以前我还比较嘚瑟，刚来大马的时候会在微信里面发朋友圈，他们都告诉我都是为我拍摄的马来西亚生活的一些照片深深吸引。他们觉得一个是这个地方超干净，第二就是说人文气息很浓厚，还有大家这边的人情味也很浓厚，没有让他们感到一种紧张窒息感。因为他们也很有意思，我跟他们也提起，我说你们都是这么厉害这么优秀的人，像新加坡也是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他那些移民拿那绿卡的这样一个身份。为什么不考虑新加坡呢？2个字，太卷。他们跟我讲都不愿意考虑，哪怕对他们已经很有钱，他们觉得还是会影响到他们吗？对，他们首先是有自己身边可能不止一个的朋友去了新加坡，高净值人群去新加坡带着孩子去读书，又等于说吃了亏之后再碰壁回来，这个他们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都看到的。吃了什么亏啊？可能各种不适应，他就告诉我说不考虑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2、3个去了新加坡再回来，您收到了很多负面反馈导致他们把新加坡给排除了。对，可以具体来说一下吗？我可以想象，一个是物价比较高，但是即便好像对高净值人群也都有影响。我这2个朋友因为可能都是白手起家的那一种，所以他们觉得说在新加坡的这样一个生活成本上的提高是远高于在北京跟上海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认为是他不想去这样。第二个，他们觉得那边的孩子教育实在是太卷了，卷死了。孩子教育也会
卷是学校的卷的氛围不会比上海跟北京差多少嘛，这个就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改善嘛。至于花钱，我其实更多是觉得一个是自己白手起家，所以他一方面会考虑到不要去浪费，第二呢，他一定会考虑他的付出跟他获得的东西性价比是什么样的，是否我去支出这么多会很划算吗？对，钱大家钱都是挣来的，也不是天上飘来的，他们能挣，但是也比较想更舒心的花吧。很有意思。那他们除了看到你的朋友圈，你跟他们应该都有电话过，他们都跟你咨询了。对，有没有觉得他们对大马的认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准确的吗？你觉得？不准确。我总是要纠正他们，就是上来都把马来西亚说成马来，你在马来怎么样？我首先上来先纠正他们，我说你在这边说马来就好比人家说中国是汉族国一样。他们就一下子，他们哎呦，我看来对马来西亚确实不了解。大家确实是浅层的，但是他们考察也是很认真的，都是想一个已经来过了嘛。我们上次也接待他们，带着孩子来这边，甚至在学校里面也试读过1天嘛。是，还有一个打算真的是带着孩子在接下来一个假期就认真的考察一下。那他们的对马来西亚的观察，除了你说他都不知道是叫大马，把它称为马来，还有一些什么？我觉得完全不知道马来西亚，就可能都不理解我一个，就纯粹是因为你的照片对，传递的信息，因为他们都有第一个都有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嘛，还有的人是在海外都有置业的，他没有考虑美国，没有考虑他们熟悉的澳大利亚，然后可能跟我他们也会觉得说，你怎么会选了这样一个地方？他们也带着一种好奇，可能也是出于对你的一种信任吧，有可能吧，看到照片的好奇，那是我的荣幸。就你对他们的了解啊，我想知道，你判断他们出来到了大马以后会碰到哪些困难吗？我觉得可能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首先他们都是白手起家，靠自己能力打拼出来的，英语也非常的好。平时我觉得他们这种观念上面也比较乐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自己创业嘛，经历过很多波折，我相信他们是能够在这里适应很好的。所以我目前没有想到他们能够遇到什么困难，再加上他们的钱，他们的这个底子也很雄厚，我觉得用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麻烦。OK。所以我接下来就希望他们真的热烈欢迎他们过来，让马来西亚成为他们的第2家。